欢迎来到明星新闻中国渠道，点击订阅频道，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赵丽颖向阳，花预售遇阻，档期之争揭开行业内幕。当预售风波遇上刑满母亲的银幕突围，向阳、花以现实主义笔触撕开社会褶皱。赵丽颖褪去流量光环，用演技诠释演员的价值在于让观众看到不一样的人生。这场关乎审查与创作的市场博弈，正叩问中国电影如何走出安全区，在商业与人文间找到破局之路。阳光之下，亦有阴影。双引号。说起电影，那可是咱老百姓茶余饭后的好谈资。最近，赵丽颖的新片《向阳》花预售出了点状况，这事儿就像一颗小石子丢进了平静的电影市场，激起了一圈圈涟漪。简单来说，就是这部原本备受期待的电影，眼看着清明档就要来了，预售却迟迟不见动静，急坏了一众粉丝。社交媒体上每日一催预售的呼声，那可真叫一个此起彼伏。这事儿还得从今年的清明档说起，简直是神仙打架，一下子涌进来16部电影。赵丽颖的《向阳》，花和张子枫的下一个台风，原本被看作是女性题材的两座大山，可谁知道临近上映，两部电影接连哑火，下一个台风直接撤档，而《向阳》花的预售那是左等等不来，右等等不来，你说这让人心里能不犯嘀咕吗？预售有多重要？这么说吧，它直接关系到影院的排片，预售成绩好，影院自然愿意多排场次。预售成绩不好，那对不起，只能给你留点边角料。这部《向阳》花因为预售迟迟不开，直接影响了排片，有的影院甚至把排片压到了15%以下。这下可好，原本期待满满的票房也被行业机构跟着下调。这件事儿的背后问题可不少，最核心的据说是因为《向阳》花的题材有点敏感。这部电影讲的是刑满释放人员回归社会的故事，这题材一不小心就容易踩雷。导演冯小刚的现实主义风格虽然能带来艺术价值，但同时也让影片陷入了是否美化罪犯的争议。这就好比走钢丝，稍微一偏就可能摔得粉身碎骨。其实类似的情况不是第一次发生了，下一个台风撤档据说也是因为题材涉及职场 PUA 等敏感话题，被要求补拍。这些事儿都暴露出一个问题：中小成本的现实题材电影，在商业和审查之间，实在是太难平衡了。想拍点真正反映社会现实的东西，往往要付出更多的代价。咱们再说说赵丽颖，这些年她也在努力转型，想摆脱流量明星的标签。他接连挑战各种复杂的角色，比如刑满母亲、多重人格患者等等。这种转型当然值得鼓励，但同时也充满了风险。向阳花的题材风险，在人间的类型创新，造成者的主旋律尝试，每一步都走得小心翼翼。为什么大家这么关注赵丽颖的转型？因为它代表着一大批85后女演员的困境。当同年龄段的演员还在古偶剧里打转的时候，他们已经开始思考更深层次的东西了。如果向阳花能够成功突围，或许能为85后女演员们开辟一条新的道路。这件事儿也给我们提了个醒：电影市场要健康发展，就得解决几个问题：审查机制和创作自由怎么平衡？密集的档期安排是不是真的有利于影片的成长？流量演员转型实力派需要什么样的支持？说实话，电影审查确实需要谨慎，毕竟要考虑到社会影响，但也不能因此扼杀了创作的自由。如果一部电影只是为了迎合市场，而不敢触碰现实，那它还有什么价值呢？我们期待看到更多反映社会现实、关注弱势群体的电影。我们希望电影市场能够更加多元化，给不同类型的电影提供生存的空间。我们也希望演员们能够有更多的机会去挑战自我，去展现他们的演技和才华。当然，
我们也欣喜地看到，片方已经开始采取行动，紧急启动宣发预案，准备开启预售和路演。这种快速反应机制，或许能为影片争取更多的市场空间。向阳花的预售危机，既是挑战，也是机遇。它提醒我们，在追求商业回报的同时，更要敬畏创作规律。在迎合市场的过程中，不能放弃对现实的关照。演员的价值在于让观众看到不一样的人生。我们希望这场风波能够成为中国电影现实主义创作的转折点，推动行业走向更成熟的发展阶段。希望未来我们能看到更多像向阳花这样敢于直面现实、触及人心的好电影。近日，让人期待已久的赵丽颖新片《向阳花》预售预组，代劳了一场交错的档期争夺战与市场谈论。这不禁使人们想要探究，是什么因素使得这部原本充满期待的作品在预售阶段遭遇阻力？在抢手之间的应展竞争中，赵丽颖的新作能否出现回弹，在巨热的电影市场中权衡而出？缘何遇阻？电影流通规则应重新看待。向阳花作为赵丽颖的深举之作，迅速吸引了大量视频品质感兴趣者与民众的关注。然而，即便因为主演深厚的演技与正能量传导，该片都没能如期的上映与当前的尽快抢票热期。通常情况下，一部充满评价赞赏的电影不该遭遇这样的预售挫折。那么，问题出在了哪里？首先，档期问题成为一大障碍。随着大片与流量主义作品大量堆积在光棍节、跨年档等重要映展时段，导致好作难以在一些相对弱劳的日期市场上获得更大的曝光度和投资保障。尽管赵丽颖已经赢得了大量互联网评分高低高，但是在局势不利之下，他们也没有太多方法来改变场势。且作为一部充满文艺气息的深度题材电影，该片的展示方式和编剧风格相比流行的迷你大作有实质性的差异，致使它在市场上要比他人付出更多的努力。同时，并不是所有剧院都愿意给予这种涉及文艺、现实主题的电影更多流量与投入。面对这样的情况，我们能够做什么？对于观众而言，只6700可能的观看局限，参与评论，在社交媒体上为自己喜爱的电影发声，将小火力聚成大力量。王一博久未进组，事业粉质疑拼搏的年纪为何选择摆烂？当顶流选择摆烂抗衡资本，是玩物丧志还是博弈智慧？商人逐利是本质，不工作就不能被压榨。利益拉锯背后，明星与公司的共生博弈远比粉丝想象中残酷。没人善待商品，能赚钱就够了。王一博最近争议挺大的，好久没进组了，事业也一度停摆，有点闲工夫不是去攀岩就是去赛车。前2天还闹出赛车险些受伤的消息，虽然最后有惊无险，但还是有部分事业粉不满，觉得王一博年纪轻轻不务正业，大好年华不努力拼搏事业，反而玩物丧志，选择躺平，真的太不争气了。也能理解粉丝的心情，王一博的商业价值在圈内属于 top 级别，但他的表现可不像是顶流的态度，这已经不能说是佛系了，完全就是摆烂吗？要说红过的明星摆烂还能理解，岁数上来了，人气下滑，钱也挣够了，资源也不如人意，那摆烂就摆烂吧。王一博这正当红的时候，是受了什么刺激变成现在这样了？其实啊，什么刺激也没有，主要还是王一博和岳华之间的矛盾，双方关于王一博续约问题一直谈不拢，王一博拿不到让他满意的待遇，还有这些年的恩恩怨怨，彻底积压在一起，导致爆发了。现在王一博是不想继续给岳华挣钱，他也不想赔钱提前和乐华解约，所以选择了摆烂。毕竟岳华和王一博签的是经纪约，岳华也不是无良地主，王一博不工作，他们也不能压着人家去工作。现在双方还在僵持，王一博就等着岳华有一天发现他已经从摇钱树变成了负资产，
每年带来的收益还不够覆盖团队维护费用和宣发预算的时候，主动和他提再见，到时候他就拍屁股走人，另谋高就。现在他大可以搞点兴趣爱好，花着月华的宣传费来满足自己的爱好，还有人绞尽脑汁为他宣传，这买卖稳赚不亏。估计最后还是月华妥协，虽说江山代有才人出，但月华也不敢保证下一个顶流还出现在自家公司，到时候放跑了摇钱树，那就追悔莫及了。只是这种处理方式最大可能是两败俱伤，现在月华再不济，也能给王一博维持热度，拉来资源，等到他真离开公司，单打独斗的时候，他有多少能耐凭借自己拿资源？况且娱乐圈的迭代速度远比我们想象的快，市场这块蛋糕就这么大，他主动让出来了，有的是人扑上去吃。看着吧，很快就有新货补上他这块生态位，到时候就看他粉丝的忠诚度了。讲真啊，内娱这帮明星，每次和经纪公司解约，好聚好散是不可能的，能全身而退的更是少之又少。杨幂那么精明，结果当年不照样被资本涮了一通，白白带新人带了这么多年，等到没有利用价值，就被一脚踹开。赵露思这边为了解约都闹出装病的戏码了，结果你偷鸡不成蚀把米。王一博现在唯一的王牌就是他是撑起了化营收的艺人，甚至月华能成功上市，很大一部分都是王一博的功劳，这让他可以和公司坐在一张谈判桌上讲条件，但月华是不可能让利，并且给他太多自由的，商人逐利，这是本质，所以谈崩了也是情理之中的事。王一博对月华而言就是个商品，很多时候粉丝抵制公司，说他们不善待王一博的时候，估计公司老板也很无语。站在他们这个角度，老板为什么要善待一个商品？能让他赚钱就够了。这么多惨痛案例也告诉我们一个事实，普通人真的不要进娱乐圈。你以为自己被星探看中，签了一个大公司，日后就是星途无量，但实际上大公司还等着吃你那份违约金呢。大明星尚且陷入其中，无法自拔，何况小虾米呢？还是别去当炮灰了。王一博久未进组的消息在网络上引发了不小的讨论，尤其是他的事业粉们纷纷表达了不满，认为正值事业上升期的他不该在这个阶段摆烂，而是应该更加拼搏，抓住机遇。不少人质疑他如今的选择，认为他应该更积极地投身于影视剧拍摄，以保持热度和竞争力。然而，事情真的是这样简单的吗？事实上，娱乐圈的竞争异常激烈，尤其是对于王一博这样的流量明星来说，保持曝光度和作品输出是维持事业生命力的重要方式。然而，在这个行业久了，很多艺人都会面临一个选择，是要持续高强度的工作，还是适当调整节奏，为未来做更长远的规划。王一博从2019年《陈情令》爆红之后，连续几年都处于高强度的工作状态，无论是拍摄电影、电视剧，还是参与综艺、品牌代言，他的日程一直排得满满当当。在这种情况下，他可能会感到身心疲惫，需要一定的时间来调整状态，提升自己。对于一个演员来说，长期没有高质量作品输出确实会影响市场竞争力，但另一方面，如果没有足够的时间沉淀和准备，也很难带给观众更好的表演。从外界来看，王一博的久未进组似乎是一种消极的表现，但如果换个角度思考，他可能正在为未来做更深远的筹备。例如，是否在挑选更适合自己的剧本？是否在为新的角色做准备？又或者，他是否在寻找突破自我的机会，尝试不同的方向？再者，娱乐圈并不是单一赛道，演员也并非只能通过不断进组拍戏来证明自己。王一博一直以来都涉足多个领域，除了演员身份，他还是一名职业赛车手，也在舞蹈、音乐等方面有着极高的造诣。或许，他只是暂时调整自己的节奏，尝试在不同的领域中找到新的突破，而不是简单的摆烂。对于粉丝而言，
他们的焦虑可以理解，毕竟大家都希望自己喜欢的艺人能够持续发光发热，在事业上更进一步。但另一方面，也应该给王一博一定的空间，毕竟作为公众人物，他的每一个选择都需要慎重考虑。事业的长远发展并不是一时之功，持续的进步和积累才是关键。在娱乐圈，许多艺人都经历过事业的低谷和调整期，但只要实力足够，依然能够在合适的时机强势回归。像周迅、胡歌、章子怡等人都曾经历过作品的空窗期，但当他们带着更成熟的作品回归时，依旧能够赢得观众的认可。因此，与其过早的下定论，不如给王一博一些时间，看看他接下来的发展方向。当然，艺人需要平衡个人兴趣与事业发展，如何在热爱的事情与职业规划之间找到最佳平衡点，是每个公众人物都需要面对的问题。希望王一博能够在沉淀的过程中找到属于自己的节奏，不辜负粉丝的期待，也能为自己的人生积累更多的可能性。最后，作为观众和粉丝，我们能做的或许就是给予他更多的信任和耐心，期待他带来更多优质的作品，而不是在短期的沉寂中就轻易的做出否定。毕竟，一个真正优秀的演员，永远不会被时间所埋没，而是在沉淀之后焕发新的光彩。感谢您观看视频。如果您觉得本时事通讯有用，请不要忘记点赞、评论和订阅。祝您生活愉快，充满活力。再见。